是警察，谁动我就毙了谁。去！赵队，他对电脑设置了密码，怎么办？试试。李飞，站住！赛宝开枪了！我不动，我不动，蹲下，双手抱头。老实在这待着，动一步回来找你算账。鲁军，鲁军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快去找枪。是。怎么办呀？进不去啊。这过去电脑就操作不了打印机，再试试。鲁军，枪找到了。把他们带走。是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是在这帮你们抓坏人呢。你们抓错人了，你们现在应该赶紧去追人。你少废话！我问你，刚刚跑掉那是谁？耿风尘。陆局，咱们应该调人来搜捕耿风尘。先什么要紧？带走。哎，陆局，我看您身体一定还有问题，要不咱们先去医院吧。没事，待会儿就好。带走。还是不行。这应该是这打印机上打出来的，这就是样本。走。
总最近心理压力很大，一直担心遭到暗算。他让我想办法找到耿凤臣，然后把他交给你们。李飞以前是耿凤臣的手下，我想如果耿凤臣来凤春的话，可能会跟他联系，所以我就一直盯着他，没想到还真碰见了。可是他一见着我就跑，我没办法再开他枪。我没往他身上开枪。你们现在应该赶紧去抓人。是袁万春派你们这么做的吗？不是。袁总平时对我们很好，我们想在他面前表现表现，自作主张干的。今晚上见过你们袁总吗？没有，下了班我就没看见他。这把枪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？郝连成说袁万春不知情，肯定是假话。也就是说，事先他们就知道耿凤城要跟李飞见面。喂，我是林荫。李局长，他们要杀我，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？我是冤枉的，是被陷害的。林局长，救救我，救救我们全家吧！耿凤臣，你要听我的，你不要再这样躲躲藏藏，你赶快投案自首，帮我们把你的案子查清楚，这样不好吗？他们现在还在台上，我不敢。您能保证我的绝对安全吗？你不敢保证吧？林局长，别再费力气抓我了。等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会主动去找你的。耿凤臣，你记着，如果你再跟李飞通话，千万不能暴露你已经看清他了，明白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喂。杨总，这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。坐。啊，我这2个手下今天早上突然不见了，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啊。你的2个手下非法持有枪支，试图袭击耿凤臣。他们利用李飞给耿凤臣下了圈套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事态恐怕就不好控制了。非法持枪杀人，您说该怎么处理？哎呀，这杀人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！问题是，他们要杀的是耿凤臣呐，这是为民除害啊！袁总，虽然说耿凤臣有命案在身，可如何处置他，应该是法律来定，不应该是您或者您那2个手下去乱来。能不能先把他们保出来？需要多少？您说个数。袁总，这件事儿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就处理了。要不，您先回去。这件事情可能有些情况，还得请您协助调查，到时候没准还得麻烦您呢。我一定配合。林局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。对了，袁总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耿凤臣是怎么把那封恐吓信送到你公司的？林局，您是不是又掌握他什么情况了？袁总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尽快的把他捉拿归案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好，那谢谢啊。哎呀，我这次来呢，恐怕你也猜到，都是自己人就不绕弯子了。袁总的2个手下拘了吧？是。下一步你的打算？非法持有枪械，报检察院批捕。这么重？哎，郝连成这回恐怕是倒霉了。我没有过来说情的意思啊。哎呀，犯了法就应该受到惩罚，没得说。只不过郝连成真的非法持有枪械，在情理上也确实说不过去。可是毕竟有人在威胁着袁万春的生命，
袁万春是他的老板，一个手下对自己的老板这么忠诚，也不容易，是吧？可任局，像郝连成这样的人拿着枪走在大街上，难道不危险吗？那当然，所以我不是来说情的。虽说我跟他们老板关系不错，但出了这种事儿，绝不能姑息。邻居，这件事情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只是过来问一声。来一趟不容易，顺便看看弟兄们。你忙。任局，您找我。晨儿，在专案组干得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是什么意思？来，走走。在专案组干的有点委屈，是吧？没有。行了，我不问了。难怪呀，那种不被人信任的感觉，谁都有过。任局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陈云亮再苦再累都不怕，只要相信我，我这什么都能做好。可是他们，我理解，我理解，这一点呀，我们都一样。我找你来啊，是想让你把郝连成的笔录拿出来让我看看。郝连成的笔录在鲁局的柜子里锁着。任局，您看那个干什么？哎，你说郝连成，我又不是不认识，他犯了事儿，我总得了解一下，过问一下，是吧？找个理由啊，跟鲁鹏把笔录借出来。对，就说你要研究研究笔录，寻找突破口。啊，陆局，郝连成的口供笔录能借给我看一下吗？怎么了？我想再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出些线索。啊。谢谢陆局。任局，您笑什么呀？小陈啊，你真是个实在人呐！啊，眼巴巴地看着这本笔录，你以为我会在这上边改动一个字？没有，我哪能看着您呢？就是嘛，我就是看一看。再说了，我就是坐在这里给鲁鹏打电话，要他把笔录送过来给我，他能不送？还是林荫拒绝我？那当然不会了。就是嘛，专案组也是凤春市局领导下的专案组，我让你拿，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这个市局局长信不过他们，从中插手，对不对？你陈云亮是我一手带进春城分局的，我信得过你。谢谢任局。以后啊，多个心眼儿，有事儿多跟关委碰碰。知道。把笔录拿回去吧。任局再见。邻居，任大强是不是来求情来了？他来问了问情况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还有徐静安和关伟，如果他们俩真有问题，那这件事可就严重了。像这种人穿着警服拿着枪，再干出点别的事情来，我们责任重大呀，必须想办法尽快解决。可现在懂他们，时机不成熟。目前最大的难点，要想查清事实，就要惊动他们，但是不行，必须要有一个两全的办法，既要查清他们的犯罪事实，又不能惊动他们。
何政委，你看这个，致命的失误。这是咱们部刑侦局下发的，要求组织全体民警学习，全是咱们公安民警在执行任务时伤亡的案例。我明白了，对，组织刑警队认真学习这本书，还要联系实践，现身说法。这个办法好。任局，是我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袁总啊，这事儿简单了。我刚才看了郝连成的笔录，他们还算聪明，没有被人现场摁住。怎么讲？郝连成在林荫抓他们的时候，手上是空的，他们把枪扔到了沟里，枪是陈云亮从沟里找出来的，明白了吧？有点意思。你马上去趟看守所找个律师。这事我会办。这个是远香茶楼的大门，这是楼梯，2楼右手边就是出事的房间，在这儿。按照笔录上的说法，案发现场的站位应该是这样：1号是耿凤军，2号是袁万春。耿凤军持枪顶住了袁万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关伟和陈永清出现在门口。3号应该是关伟，4号应该是陈永清。按照关伟当时对检察官的陈述经过，他是接到了茶楼老板隋然的电话，说有2个人在他的包间里绑架了1个人，用枪顶着脑袋。他是偷偷的跑出来给关伟打的电话。关键的是，这个虽然为什么没有打110，反而给关伟打的电话？关伟的说法是，他跟虽然以前就认识，他经常去他的茶楼喝茶。他曾经跟虽然说过，他的茶楼出了任何事情都可以马上通知他。所以，出了事儿以后，虽然就在第一时间给关伟打了电话。关伟说他接到电话以后，就马上汇报给了陈队长和徐大队，然后自己就赶过去了。后面的描述就是整个案件的关键部分。他赶到茶楼的时候，正好陈队长也赶到了，他们2个人就在后援还没有赶到的情况下，直接冲进了那个包间。那这个路线就应该是他们从门口到案发地点的行进路线了。对，他们到包间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了耿凤军用枪指着袁万春的脑袋，陈队长就用枪指着耿凤军，让他把枪放下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耿凤臣从后面出来了，一枪打倒了陈队长。这个是耿凤臣的位置。按照关伟的叙述，耿凤臣当时并不在包间内，可他跟陈云清却以为耿氏兄弟都在包间里，所以才冲了进去。谁知道耿凤臣却在外面，这才吃了亏。耿凤臣开枪击中了陈永清，关伟当场就还击，击毙了耿凤军，而耿凤臣就趁这个机会逃脱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徐大队长也赶到了，马上追击耿凤臣，但耿凤臣已经逃脱，不见踪影。我们复原了一下事件的整个过程。首先，陈云清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就带着关伟冲进了包房，这本身就有问题。陈云清是一个老刑警了，他应该知道，对付控制着人质的绑匪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，是需要集中绝对的警力，要对现场周围进行仔细的勘察，制定严密的方案之后才可实施。可他怎么能这么冒失，带着关伟就冲进去了？仔细分析之后，就会发现，
陈云清被耿凤臣枪击，这也有问题。首先，陈云清、关伟进入茶楼之后，一定会对茶楼进行仔细的侦查。可为什么没有发现耿凤臣呢？而等他们进入房间以后，耿凤臣却突然从后边冒了出来，向陈云清开枪。当然，也有可能他们搜查的不够仔细，有疏漏，让耿凤臣从自己的眼皮底下划过去了。但是，如果耿凤臣是在茶楼里，他们进来以后，为什么他不开枪？也一定要等到他们两个人冲到包间里去，等他们拿枪指着他的哥哥的时候，他才冲出来，对陈云清开了枪。根据关伟的陈述，耿凤臣是从后边冲上来，一枪杀害了陈云清。可茶楼的包间并不大，为什么耿凤臣杀害了陈云清，却没有向关伟开枪，让关伟有机会击毙了耿凤军呢？按理说，杀一个警察是死，杀两个还是死。那么耿凤臣为什么不向关伟开枪报复，反而转身逃跑了呢？还有徐静安的供述。徐静安说，他到了茶楼的附近就听到了枪声，等他赶到茶楼，正好看到了耿凤臣从里面跑出来。他当时让耿凤臣站住，可耿凤臣不听，他鸣枪警告，他还是不听。于是徐静安就对耿凤臣开了几枪，可还是让他给跑了。等他回到了茶楼，这个时候，关伟正好扶着袁万春从包间里走出来。关伟告诉徐静安，陈云清死了，耿凤军也死了。徐静安就在包间的门口看到了两个人的尸体。在我们分析整个事件的过程中，可以看到很多逻辑的漏洞。首先呢，耿凤臣已经杀害了陈云清，而又亲眼看到关伟击毙了自己的亲哥哥耿凤军。这个时候他不开枪向关伟报复，反而是逃跑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徐静安连着向耿凤臣开了好几枪，而耿凤臣并没有还击，也是一味的逃亡。这样是不是可以推断，真的就像耿凤臣所说的那样，他没有武器，没有枪？可是这些疑点，你没法追究。你要提出来，徐静安就会找出各种理由来推搪。所以，我们理清了逻辑上的关系之后，还是那句话：证据。在这个事件中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当事人袁万春，他的笔录很少，只是说当时受到耿氏兄弟的邀请去茶楼喝茶，可进了包间以后，耿氏兄弟拿枪顶着他的脑袋，逼着他签字，廉价转让自己的配货站。而这个时候，茶楼的老板发现了，报了警，关伟冲进来击毙了耿凤军，而他也亲眼目睹了陈云清倒在了耿凤臣的枪下。证词虽然不多，但是疑点也很多。首先，袁万春平时出门的时候，总会有几个手下给他做保镖，而这一次，他却什么人都没带。而约他喝茶的，恰恰又是他们的对头，耿氏兄弟。其二，耿氏兄弟是用枪顶着他的脑袋，逼着他签字转让自己的配货站。这种做法也很让人费解，因为袁万春也是本市的名人，影响力也很大。如果事后他向公安机关报案，那么耿氏兄弟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。他们会愚蠢到用这种方法来逼袁万春转让他的配货站吗？还有隋然的笔录漏洞也是相当明显。他说他是在给耿氏兄弟上茶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怀里好像是有枪的。等他回到包间，又看见袁万春被枪顶着，他害怕了，偷偷地跑出茶楼报的案。
又等着关伟和陈永清过来，领他们走进了茶楼。是，耿氏兄弟怎么会找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茶楼做这种事儿呢？又怎么会对茶楼的老板毫无防备，允许他跑出去报警呢？还有，茶楼老板领着关伟、陈云清进入茶楼以后，他怎么会知道包间内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？难道跟着关伟、陈云清进了包间吗？喂，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邻居，出什么事了？看守所打来电话，说郝连成翻供了。翻供？翻什么供？他要求见检察院的人，说我们有逼供行为。他说枪不是他的，是我们的人从路边捡的，非逼着说枪是他的。混蛋，这帮混蛋！邻居啊，刚才检察院的孙检给我来电话，说他们刚从看守所提郝连成他们出来，本来要直接来你这儿进行调查，让我给拦住了。我说我先和你谈谈。没关系，任局，可以让孙检直接来找我，我可以面对面的跟他谈。邻居啊，我当分局局长这么多年，检察院的检察官倒也经常来这里走动，但调查我们自己的还是头一次，别怪我多嘴。我是觉得和他们熟一些，还是先和你通个气好。任局，这件事情事实清楚。那是，那天晚上的行动是你亲自指挥的，难道说你一个公安局局长还会撒谎，诬陷他一个公司马仔？您不觉得这很可笑吗？就是很可笑。我和孙检说了，这是一件极其荒唐的控告。可孙检说，郝连成当时被抓的时候，一口咬定他手上没枪，这是不是事实？他撒谎。他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他拿着枪，放进了旅行袋。你们在跟踪他？我们不是在跟踪他，我们是在保护袁万春。出于安全的考虑，为了防范耿凤臣对他进行报复。其实啊，袁总对这件事情一直有他自己的看法。哦，他倒不是针对你邻居啊，他是对鲁鹏有意见。说白了，就为这件事我不知道协调了多少回，可是至今我还摆弄不清。袁总觉得很委屈，这不，把电话打到上边了。只不过我在刚来的路上接到了上边的电话，让我过问一下此事。这是林荫主抓的案子，为什么任大强总是要干预这个案子呢？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林荫。上边的意思呀也很清楚，说你对检察院系统啊不熟悉。万春集团呢是我们的支柱企业，袁万春呢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身份也特殊，所以上面呢让我出面协调一下此事。哎呀，袁局，袁万春这么做了，我就有点奇怪了。我是在保护他的安全，是不是？我抓了他的人，他有点心虚啊。他告我什么呀？走，邻居啊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其实袁总呢，主要是想保他的人出去罢了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他，这件事情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他想保出去，门儿都没有。邻居啊，消消气，想想再说。我跟孙检说了，上边的意思呢也是不扩大，真的要闹起来，说春城分局被诉讼了，大家都不好看，是吧？那我先走了，你再想想。
谢谢啊，任局，不用。郝连成的突然翻供和任大强有关系吗？袁万春为什么会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呢？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说我们给他栽赃，我去看守所提审他。别着急，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，他才会这么做。我们现在稳住了，我倒想看看他们能耍什么花招。邻居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同意取保？什么？这案子不清不白的，怎么能取保呢？我同意邻居的意见。郝连成跟了他这么多年，袁万成现在死命的保他，这里面一定是会有原因，干脆把他放了，看他们还能跳得多远。我知道，这叫放长线钓大鱼。哎，袁总啊，刚才林爷来电话了，他准备放人。对，你马上去交保，把郝连成他们领出去吧，告诉他们要遵纪守法，别再惹事儿了，啊。这本书是我们的战友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，一个个真实的案例，特别是对我们刑警有着重大的意义。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，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。我倒是建议可以实地演练，这样可以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情景，以便在以后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应对有道。做刑警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天天面对着危险？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谁是例外的。怎么会有例外呢，邻居？我们的陈云清队长不就是在执行任务中被害牺牲的吗？没错，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我们当警察的是要保护人民的，可我们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，这才能保护别人。这个案例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的。是，这是发生在我们局的一个真实案例。对了，徐队，你可以跟关队把这个案例再给大家讲一讲，好让大家明白。必要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到实地再演练一下。这有用吗？当然有用。实地演练一下，可以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当时的情况，吸取经验教训。以后呢，遇到类似的情况，避免发生错误。陆局，刚才林局宣布要搞实地演练的时候，你注意了没有？关伟和徐金安的表情很不自然，他们心里头一定有鬼。常明啊，你可不要这么想。关伟跟徐金安的心理素质都不差，你可不要小看了他们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说他们一定没料到林局会有这样的安排。我坚信，到了现场，他们一定会露出破绽。肯定会。我们先从第一个环节开始。关伟，当时是你第一个到达现场的，你再把你进入茶楼以后的过程给大家说一说。是。当时我跟陈队就是从这扇门由外边进入茶楼的，因为接到报案，人质是在2楼包间，我们就直接上了2楼。进来后，你们直接上楼进包间了吗？
我们在大厅里简单的观察了一下，因为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没有客人。林荫观察，这个散座大厅一览无余。如果藏个什么人，应该一眼就能发现。可是关伟和陈云清当时却没有发现耿凤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没有看到耿凤臣。也没细搜，没有发现。这就是教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定要耐心地等待外援。如果非进入不可，到房间内一定要仔细搜查可以藏人的地方，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。关队，继续吧。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楼梯上了包间。好，大家上楼。关队长，当时袁万春是坐在这里是吧？对。来，小马。那我站的位置应该是耿凤军的位置，在这里控制着袁万春。对。当时关队你是站在哪？我在门口。啊，站在你当时的位置。是。你当时是跟陈云清队长一起冲上来，冲到了门口。谁在前？当时？他在前，我在后。谁在左，谁在右？他在我的左手。问题出来了，这么小的茶室，这么窄的过道，只能容一个人通过。那么在这么小的空间里，2个人的枪口是怎么同时指向耿凤军的呢？陈亮，站在你哥哥当年的位置上。好，关伟，现在请拔枪示意。张敏，你站在当年耿凤臣出现的地方。关队，这是当时耿凤臣开枪的位置吗？对。真实的情景出现了，从外面闯进来的耿凤臣为什么不先打站在后面的关伟，反而撇开他开枪打站在前面的陈云清呢？这个漏洞一下就暴露在大家的面前了。关队，当时你在后面，我哥哥在前面，那为什么耿凤臣他不先打你，反而打我哥呀？当时我跟你哥哥的枪都对着耿凤军，你哥哥离他更近。那他打死了我哥以后，为什么不接着打你，反而从你面前跑掉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相信我？当时耿凤臣打倒你哥的时候，我的枪正指着耿凤军，我顺势把耿凤军打倒。我正要转身对付耿凤臣的时候，他把我推倒在地，然后他跑了。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我们从头再想一想，整个案件有多少教训需要我们来总结？当时我正在南城加油站给车加油，接到关伟电话之后，我马上开车赶过来。进了这院之后啊，我怕引起里边人注意，所以我就把车停在了那个位置上。然后我下车准备步行往这儿走过来。我刚一下车，就听见茶楼里面有枪响。我想坏了，出事儿了，所以我马上拔出枪来往这儿跑过来。可是我刚跑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正好耿凤臣也从里面跑出来。林荫一下子就发现了徐进安的漏洞。徐进安说，在这个位置，他和从茶楼里跑出的耿凤臣迎面碰上，可是耿凤臣居然没有向他开枪。而徐进安在这么近的距离，也数枪都没有击中耿凤臣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我们就在这儿打了一个照面。耿凤臣看见我，先愣了一下，完后啊，他扭头就往那儿跑。我举着枪，我命令他，我说：“你站住！”可是这家伙不听我的，他接着往前跑，还越跑越快。我没办法，所以我朝天鸣了一枪。
可是耿凤臣跑过那个拐角之后啊，马上就消失了。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行，徐大伟，以后的演练我就不来了，你一定要认真抓好。好。林局，林局，对，有事儿。有点事儿想跟您说说。什么事儿？刚才实景演练，我怎么觉着关伟的话有点不符合逻辑？哪儿不符合逻辑？这个我也说不太好，反正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时间这么久了，有一些误差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你说呢？有可能吧。那好，我接着去演练了啊。去吧。林局长。啊，你好。你们完事儿了？完事儿了，谢谢你的支持。你们演习看出什么了吗？你指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您忙吧，我回去了。你们家随然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啊，他也没来电话。林局长，您说他像话吗？我知道他是因为害怕才躲出去的。哟，您这话怎么说的呀？我们家随然有什么可怕的？听我转告的，有些事儿躲是躲不过去的，就像噩梦一样，始终会纠缠着你。这有我的电话，让他给我打电话吧，随时。铁亮，哎，关哥，我这心里边难受，陪我去喝一杯。本来云清大哥这事儿在我心里边已经淡忘，可是今天在远乡茶楼这么一演练，我这心里边……走。来，关哥。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今天去了趟远乡茶楼，我这心里头不好受。我知道，来喝酒。今天在演练现场，我这一直觉得不太对劲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哥哥先冲进屋子，那样应该他在前面，你在后边。可为什么耿凤臣他打我哥不打你呢？月亮，我只能跟你说，当时气氛非常的紧张，我哪能想那么多呀？我当时就想赶紧把人质给救出来。我跟你哥哥前后脚冲进去了，我们跟对方是枪口对着枪口，我哪还记得谁站在哪儿啊？但是我记得很清楚，我跟你哥哥，我们俩是对着耿凤军，耿凤臣他从哪儿进来的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但是他一枪就把你哥哥给打倒了。月亮啊，我跟你哥是过命的兄弟，他这一走，我就发誓，
当成我的亲兄弟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你刚才的话好像在怀疑我。不，关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怀疑谁，我也不能怀疑你啊！自从我来了局里以后，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。你对我怎么样，我陈云亮心里边清楚。行，来喝酒吧。月亮，关哥，我心里头难受。这个案件已经好久都没有突破了，好几回，耿凤臣差那么一点儿，眼看就要落网了，最后还是让他给跑了。你说我这心里边是什么滋味儿？我知道。可是月亮，你不觉得今天邻居把我们召集到远香茶楼，搞这么一个演练，他有点奇怪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林荫局长根本就没把破案，还有抓获耿凤臣当回事儿，他的心思不在这儿。你别听他过去有多么辉煌，他刚到局里几天呀，就又上去了。这人就是个走关系的人，不然他能上这么快呀？他是坐的火箭呀，还是航天飞机呀？是啊，我也有点想不通。所以说，雨亮，人家啊，就是个想当官的人。你说说，整个局里边，还有谁是真心想帮着你哥哥报仇的呀？关哥，我懂，我不糊涂。虽然的报案是有问题的，如果我是耿氏兄弟，我干这种事儿，我不会去茶楼。即便是选择了茶楼，那也得是可靠的地方，茶楼老板得是信得过的。我绝不会找这种有可能会举报我的人。解救的环节也不对。关伟说，当时他跟程云清冲进去的时候，正看到了耿凤军用枪对着袁万春的脑袋。耿凤军看到来人以后，立刻调转了枪口，对准了关伟。这时候关伟的枪响了，击毙了耿凤军。这不大可能啊！我们都知道，劫匪控制住人质的时候，这时候发现来了警察，他首先做的会是用人质来做挡箭牌，与警察周旋。他怎么可能马上调转枪口对警察开枪呢？赵民的话切中要害。通过在远香茶楼的1213案件现场模拟，林荫的心里也越来越清楚了，对事实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。面对目前的情况，林荫必须要全面考虑，掌控全局，下手要准要狠。还有，袁万春身上没有血。案件发生的时候，我在外地审查的时候，赵明又被排除在外。我回来之后觉得不太对，就私下里问了问，有好几个人都说那天没有发现袁万春身上有血迹。是不对。按照当时的情况，如果关伟击毙了耿凤军，那袁万春的身上不可能没有被溅到血迹。还有审查的时候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、主管大案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都被排除在外。当时鲁局外出抓逃了，我呢，因为跟耿凤臣平时有些来往，就有人说我应该回避，后来就给我找了个不大不小的案子，
把我支开了。老鲁回来以后，对这个案子很关注，问这问那。哼，可就在这时候啊，老鲁在处理海春大饭店的问题时，和保安发生了冲突，一下被撤了职，就到鲁山去当派出所所长了。看来一切都明白了。如果自己的猜测没有错的话，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明知道他们就是内奸，是杀人犯，可咱们还要装出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再坚持一段吧，我相信时间不会太长了。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还要拿到证据。徐大队，喝了吧？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喝呢？下班时间，这不违反纪律吧？再说了，我是为了抓耿凤臣，我才跟陈文亮喝了点。他什么态度啊？我这一说，他这脑子还真就转过来了。想不到啊，咱这关大队长啊，现在也会做别人思想工作了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瞧不起我？我哪敢瞧不起你啊？关伟，说正经的，你有没有觉得当中有问题？好端端的突然把咱们叫到远香茶楼去，还让我们恢复现场，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这当中啊，肯定有问题。是，我也觉得这里有问题。可是他们想干什么呢？信不过咱们是肯定的。所以说，抓住耿凤臣已经迫在眉睫了，1分钟也不能再耽误了。要不然的话，咱们也太无能了吧？进来。林局，有件事儿我拿捏不太准，想跟您汇报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坐。林局，我觉着关伟最近越来越不太正常了，特别是你出事儿之后啊，他整天是六神无主啊，尤其是这几天，更加像个热锅上的蚂蚁。他老跟我打听，说这案组有没有什么进展。您看是不是有点反常？不是说有内鬼吗？我觉得他有嫌疑。你这么认为？我还不太敢确定。林局，其实12、13案，我当时是后到现场的。等我赶到案发现场，陈云清已经牺牲了，耿凤军也已经被击毙了，所以具体的情况，我其实并不太了解。当然了，这一切我只是有疑问，并没有确凿证据。您看是不是该采取点措施？这样，你平时多留意一些他。如果他有什么异常行动，你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好，去吧。
你在呢？你去找林荫了？啊？这大家都出去执勤了，你怎么还在办公室待着呢？我在等你啊。你跟林荫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没说什么，你到他办公室去。我说，我是刑警大队大队长，人家是局长，我找他谈点工作不行啊？徐大队，你有事瞒着我？瞒你？我瞒你干嘛呀？没瞒就没瞒呗。你急什么呀？行了，关伟，我知道，都是那场演戏给闹的。你放心吧，咱俩都共事那么久了，该说什么该做什么，我心里很清楚。眼下咱俩就该拧成一股绳儿。这就对了。咱们俩之间呀，要是出现一道裂缝，那水可就渗出去了。这个道理，你我都懂。你懂啊？你懂就好。那，你找他干嘛去了？我去试探了下林荫。怎么试探？我跟林荫说啊，我怀疑你关伟有问题。什么？你真这么说的？你急什么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这叫试探。有这么试探的吗？关伟，你动动脑筋行不行？林荫怀疑是肯定的，那是让他觉着咱俩之间好的穿一条裤子合适呢，还是让他觉得你我之间有矛盾更合适？凡事啊，要多动动脑筋，要不然你永远进步不了。那行，那我现在我也去找林荫，我就说我怀疑你徐晋安有问题，成吗？行，我肯定不反对。那样林荫就会想办法在你我之间寻找突破口，这样一来，反而会露出他的真实用意。我觉得你这是自作聪明。关队，我执勤去了。应该说，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，我们对事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。这么多的疑点，1年多来，你们明明有疑问，却保持了沉默，一言不发，默认这种现状。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失职？谁想那样啊？你看当初鲁局，不就稍微主持了那么点正义吗？可结果呢？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说免职就给免职了，那其他人谁敢呢？你现在能理解了吧？我当初为什么非要调离刑警大队？既然发挥不了作用，还得时刻提防着暗算，何必呢？惹不起，咱躲得起吧？其实前几年，凤春人没少给上面写信，反映黑恶势力猖獗的问题。可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，正义不但得不到伸张，反而受迫害。也难怪人们选择了沉默呀。鲁局也在，林局，远香茶楼那个老板虽然回来了，我想让郑红印出面跟他接触一下，摸摸情况。
他们都是生意人，以前有过来往，让郑红运出面不会引起虽然的警觉。可以。喂，任局。啊，明白。一会儿见。关伟，在哪儿呢？任局找我们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在清风路口的川菜馆见。任局，找我们有事儿。对，坐吧。你们知道吗？林荫的那个专案组，目前是干劲儿冲天。他叫你们刑警大队的人到远香楼去进行现场演练，还说什么总结经验、吸取教训。你们想过没有？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任局，我觉得林荫根本就信不过咱们。关键是耿凤臣呐，林荫找不着他，怎么你们也找不着他呀？这太不像话了吧？不是安排个李飞在耿凤臣家盯着吗？他这人可靠吗？任局，李飞还是起作用的。上次要不是因为赵民，我已经把耿凤臣给干掉了。这事儿您知道吗？过去的事儿不说了，啊，目前关键就是抓住耿凤臣，明白吗？罗局，我设计了一张表格，你看看。问卷调查表，只有4个问题。第一，你认为本市有没有黑恶势力？第二，你认为黑恶势力的活动范围在哪个领域？第三，你能否提供黑恶势力的名字？第四，能不能提供黑恶势力的犯罪线索？好啊，每一项都非常具体。除了被调查者自愿表明自己的态度外，其他各个项目都可以随便的打勾或者打叉。被调查者不用填写自己的名字，这样被调查者就可以放心的表明自己的态度了。这调查表太有针对性了，一定会有群众愿意给咱们提供线索的。我给我们自己也设计了一个表格，叫大家来填写。问题只有一个：作为凤春的公安干警，你认为凤春的治安症结在哪里？在你心中，谁是黑恶势力的头目？我举双手赞成。说实话，这些年大家心里头都有话，却都闷着没说出来。可要真论起来，那谁心里头都有一杆秤。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再沉默下去。刑警大队是各警种中的尖刀单位。这次打黑除恶的斗争，我们局展开的如何，能否取得预期的成绩，关键就要看你们了。所以今天我特意到刑警大队来开个会。首先我要强调一条，就是纪律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，你是一名警察，是同黑恶势力做斗争的警察。
要站稳了立场。鉴于凤春目前的情况，我不得不对大家要求的具体一点。每个中队至少给我找出一条黑恶势力的犯罪线索来，而且这条线索一定要有价值。我先把丑话说到前面，在这次斗争中，成绩显著的提拔重用，态度消极、成绩差的降级免职，我说到做到。会场静了下来，气氛有些紧张。徐静安官委不自然了，显然林荫的话是有的放矢的，这也是他破案的一个步骤，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，引出幕后的黑手。林局，你看吧，这是下边2个派出所收回来的调查表。这么多，没有分类吗？啊，分好了。相当一部分调查表上面写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，袁万春。看来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，在调查表中，大多数填写的凤春黑社会都是袁万春，相反，认为耿凤军和耿凤臣兄弟是黑社会的，却是寥寥无几。这些调查表代表的才是真正的民意呀！进来。林局，您看吧，我先走了。何政委，专民，林局，下边几个中队刚交上来的汇报材料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送上来？可能他们觉得当面交给你不大好解释吧。什么地方不好解释？你想啊，刚才在会上你让大伙发言，那都跟哑巴似的，谁也不敢说实话。就这么会儿功夫，却又都把材料送来了，这还需要解释吗？当然需要。林局，当着关伟他们的面，大伙儿都不愿意说呀。不愿意说就可以装糊涂啊。在会上没有直说，可现在不把材料都送来了吗？现在终于到了可以开口说真话的时候了。这是因为这段时间，大家都认定你是可以信赖的领导。至于徐金安、关伟，他们是一丘之貉，有他们在，刑警大队就没个好。当着徐静安、关伟的面，就没有勇气说真话了吗？勇气还在，但是需要决心。那我们就给他们决心。我们是人民警察，要对社会负责任，要对人民负责任，这是我们的最高任务和职责。林局，我在刑警大队待了这么多年，我对大多数人都是了解的。我相信，只要是动了真格的，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站错立场。林荫又在搞什么民意调查了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老百姓当中调查谁是黑社会势力。调查完之后呢，又回到分局搞民意调查，都是匿名填写表格呀。你笑什么？让他查吧，总得有证据吧。口说无凭啊。我说袁总啊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这段时间我对林荫还是了解的，他是软硬不吃啊，咬着就不松口。你是一个生意人，生意做大了以后，难免有人就看着眼红啊。再说，我们谁能保证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？问题是我可没惹他呀。他非要冲我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低调。人家不愿意跟我一起玩儿。
那我能怎么样？我总不能求着他吧？小不忍则乱大谋嘛。任局，我要是不能忍，能到今天吗？袁总，那个开茶馆的隋然，暂时就先别让他回来了，别在这个时候添乱。好的。那件事儿，你考虑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那个东西你是不打算处理了是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保险柜里装的什么东西你自己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袁总，你别认为那是你的宝贝，早晚那是你的祸害。我走了。任大强在威胁他，袁万春心虚了，但是他还要强打精神，抱着一丝侥幸，做最后的挣扎。林局、鲁局，虽然不见了，虽然不见了。郑红运去了远香茶楼，可那儿的老板换人了，说是虽然把茶楼兑出去不干了，他的家里人也都不在家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他给虽然打电话也打不通，关机。好好的茶楼突然不干了，一家人都不见了。我去了他居住的辖区派出所了解过了，他倒是没搬家。他是在躲避着，那就更说明有问题。张敏，一定要死死盯住隋然，安排可靠的人监视他的家，一旦发现隋然，立刻报告。好。喂，有事吗？喂，袁总，哎，我隋然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呀？着急了？那能不着急吗？您说我这家里一摊事儿，我不能总不回去呀。在外面不是挺好吗？游山玩水，还有人给你花钱，多好啊！老是这么说呀，这袁总，您说我这总不回去，这外面再好的风景，他也没得瞧啊。您无论如何得给我一准话，您告诉我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别给你脸不要脸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会通知你的。哦，好。何政委，有几点要跟你碰一下。不再对耿凤臣布置抓捕，耿凤臣暂时不归案，也许更好一些。他就像双方对弈中一颗暗藏的棋子，暂时可以不用。我们现在把主要的精力要投放到获取袁万春的犯罪证据上。那封恐吓信到底出自哪台打印机，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呢。好，还有，我决定去见蒋书记。那你事先约好了吗？约好了，他让我下午3点去他的办公室。那我等你回来。你说的这些情况还有谁知道？我、何政委、陆鹏、赵民，就4个。您是第5个知道的。在这个阶段，特别要注意保密。这些情况目前只能够限于我们5个人知道，特别是关于任大祥的问题，一定要牢牢地把证据抓在手里。我明白，蒋书记。
任大祥如果真是牵连到这个案子里去了，我就一句话：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这个案子涉及的面这么广，牵连的关系一定很错综复杂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任何时候不要畏惧，我在你的背后一定尽全力支持你。蒋书记的话像一股暖流涌上了林荫的心头。为了这份信任，再多的委屈，再多的磨难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蒋书记支持我们，这太好了。要是得不到一线领导的支持，我们以后的工作就更难了。你走了之后啊，我把所有的问题都想了一遍。嘿，没想到啊，真是没想到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呀。好，哎，林觉，我们得庆贺一下。我那儿还有一瓶好酒，一会儿我拿来。下班以后，我把鲁鹏他们都找来。有事吗？那个，要不一会儿再说吧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有时间，你说。怎么了？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苗苗不见了。什么？苗苗不见了，她自己走了，也没去学校。我到处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她。你怎么搞的？你冲我喊什么？又不是我让她不见的。你把孩子往我身边一扔，自己走了，出了事儿你什么都怪我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赶快告诉我。他应该告诉你了吧？最近，他一直跟我赌气，好几天都不跟我说话了。昨晚我们吵了几句。刚才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今天没有去学校。那他是出走了？你怎么这时候才告诉我？我不得先找找吗？再说，我怕你怪我。我要是找到了，就可以不告诉你了。出了这种事，你应该马上告诉我呀。我不是怕打扰你吗？那你好好想想，他能去哪儿呢？一个小女孩，她能去哪儿啊？该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。不过，我发现家里的抽屉里少了200块钱。林茵，他会不会去找你了呀？我现在就去火车站。什么？你要来凤春吗？对。要是找不到苗苗，我也不想回来了。别说傻话了。我没有说傻话。要是孩子没了，我活着干什么呀？秋月，我到了凤春跟你联系吧。